兄弟们，快看，这会倒在地上的就是拳坛挺有名的武僧一龙，瞅着真挺让人揪心惋惜的。不久前那场比赛里，一龙跟变了个人似的，火力全开，追着日本拳手长岛雄一郎使劲打，那拳头挥起来特别带劲，眼瞅着胜利都快到手了，感觉再有几下就能把对手给扣了。结果谁能想到呢？长岛雄一郎瞅准空当，哐就是一记重拳，一龙一下子就站不稳了，脸色煞白，差点直接昏在拳台上。这场对决好多人都盯着看呢，一龙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。头一回交手的时候，他俩你来我往打了好几个回合，一龙打得满头大汗，可最后因为点数没人加多，输了比赛，心里那股不甘心就一直压着。所以这二番战太重要了，对他来说就是背水一战，既想着报上次的仇，也是宣告自己重回赛场的好机会。要是这回再输，以后在拳坛怕是不好混了。那些黑粉肯定的一个就嘲讽踩他。咱闲话不多说，屏幕前的老铁们，要是一龙这股拼劲把你打动了，就长按点赞3秒，给他鼓鼓劲，让他知道背后咱们大伙都支持他呢。顺道也祝大伙新的一天顺顺利利，多挣点钱。开场的时候，一龙穿着少林长裤，脑袋剃得锃亮，精气神特饱满。还记得头回比赛前，他那叫一个自信满满，还放话一回合就能把对手拿下，哪成想真打起来，被人家追着揍，挺丢面子的。眼下这场二番对决，可是一龙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候，他自个心里也清楚，这场要是赢了，往后路就好走，输了可就难说了。一龙打了这么多场比赛，实力肯定是有的，虽说之前碰上些挫折，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，就是逆袭的底气。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个选手，相当有特点的一位选手。对，这个长岛雄一郎被称为橡皮人，这位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和抗击能力也是非常不错。我看一龙这种重拳重腿能不能突破对方的这个装甲。现在从一龙的方向来看，在擂台之上，他那打法着实让人厌恶至极。只要瞅准一丝机会，他便会如一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一般，死死黏住对手，丝毫不给对方留出任何施展拳脚、发挥战术的空间。咱们都清楚，日本选手在咱们中国拳坛向来没什么好名声。不过，眼前这位日本拳手，大伙可千万不能小瞧了。他可是日本踢拳界次轻量级里实力最强的人气王者。回想起两位选手初次对决，彼时一龙正因对这位日本拳手了解不足，战术安排失当，结果在擂台上吃了大亏，遗憾落败。一龙绝对是中国武术国际界一个现象级的人物，然而围绕他从来也不乏争议。我们从一龙他的技术展现来看，很独特啊，他不属于传统那种典型的散打、泰拳、拳击任何类型的一个选手。对，不属于擂台型的，对，不要透露出牌。对，但是他保留了他传统习练武术中一些技巧和作战方式，但这其中他又自行融进了一些现代格斗训练手段。所以说，这位选手可以是一个传武和现代。此前比赛积累的经验，让一龙此战开场就尽显优势。本回合开局，他巧用身体抗揍特质，快速近身日本选手，挥出重拳压制。瞅准时机，一龙猛地发力，一记重拳精准砸向对方脑袋，日本选手瞬间被掀翻在地。但比赛才刚开始，日本选手反应能力极强，过往赛事中大家也都见识过，很快便稳住身形，重新站起，再度摆出迎战架势。如此一来，一龙想赢下这场比赛难度骤升，可他目光坚毅，是要迎难而上，拿下胜利。好，全场沸腾啊！连续10几记重拳，这时候一龙用来打准，别急，这个时候好这一次组合拳啊，一龙发挥的机遇不错，但我知道这个长岛会。观众朋友们，第二回合对决开始，武僧一龙登场，场面惊心动魄。对面日本选手实力超强，远超一龙以往对手，绝非同级较量。比赛推进，一龙开场凌厉的攻势渐缓，他深知对手厉害，稍有破绽就会遭致命打击，故而打得极为谨慎。就在一龙打完连招侧身瞬间，日本选手如甩不掉的膏药顺势压上，来势汹汹，浑身散发自信，似笃定能拿下一龙。这激起一龙斗志，他眼神锐利如鹰，果断加强攻势，砂锅大的拳头裹挟风声，是大力沉砸出，竟砸裂日本选手眉骨，鲜血四溅。这一拳让一龙火气全消，彻底放开手脚。眉弓开了吗？他的眉弓位置开了吗？没有应该是眉弓被打开了，眼角应该是眼角啊。我们看左侧眼角的部位被打开了。我们是希望这场比赛可以继续进行的，但是当然也要。眉骨好像开了，当然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的专业场医来保护选手的安全。
因为这个受伤啊，尤其是会阻挡视线，另外对选手这种心理阴影造成这个影响，可能会超过这种肉体这种伤害。看这种慢镜头，的确是在此刻擂台之上，两位选手激战正酣，拳来脚往，攻势迅猛，打得难解难分，局势焦灼。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，心都揪了起来。这场比赛关乎选手荣耀与前程，双方都全力拼杀，毫无保留。上回合日本选手眉骨被重拳打烂，鲜血直流，伤情堪称严重。换做旁人早没了战斗力，可他憋着股狠劲，丝毫不退，反而越战越勇，动作依旧凌厉。一龙明白当下不容懈怠，擂台形势瞬息万变，一旦再被击倒就难翻盘，必须打起12分精神应对反扑。长岛开始发力了，发力了，漂亮一个重拳，漂亮漂亮。刚才那个前手的平勾加摇闪真的是非常漂亮。现在双方因为这个伤势的处理呢，也恢复了很多的体力啊，可以说要从零开始。没错，而陈宝绝对是一个真正的职业，两人都有这种绝对的重拳，还有极强这种抗击打能力，对啊，所以这种比赛啊，真是太精彩了啊！10秒钟啊，第二回马上要结束了。我觉得长岛目前这个出拳的没有那么主动啊，因为是受到伤害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激战第3回合来临，前2回合局势焦灼，日本选手凭灵活战术刁钻出击，在点数上占优，武僧一龙陷入被动。这场对决对一龙意义非凡，关乎他在中国拳坛的地位与前程，赢了能继续发光，输了恐被迫退场，心血尽毁。正因如此，一龙孤注一掷，抛开稳健防御，全力进攻，扎进内围与对手换拳，拳风呼啸，他带着破釜沉舟之势，盼击倒对手扭转战局。现场气氛紧张至极，众人皆盼一龙绝境逆袭。哇，全场呐喊啊！这个一龙出拳越来越重，越来越拼，越扎实啊！真是比以前他的比赛好看多了啊！而且最近几年他还是打了很多比较不错、精彩的比赛。对，像长岛的眉弓，我目测大概有半个手。一龙的进攻真是凶猛，也是踢得挺狠的。能看得出啊，一龙太重视这场比赛了，拼尽全力，又是几记近身那种重击。长岛明显在这个打击频率上，在第3回合要下降啊，要少很多了，要少很多了。经过长达3个回合的激烈苦战，两位选手在擂台上可谓是拼尽了全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！期待到时再和大家一起探讨更多精彩的赛事呢。